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上一集我们花了一整集时间讲了一个事儿，就称帝呢是中国文化系统主流分支里的一个默认建设模板。从1949年以后，那十几个草根皇帝到2020年纽约游艇上的建国大业，不管时代怎么变，不管这个人是文王还是博士，不管他是在山沟里还是在曼哈顿，当他要组织起一群人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第一个本能复制出来的就是那把椅子。在上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呢，老查给大家留了一个钩子，我说呢，我们这集要讲讲张献忠。但很显然，今天这一期它不会是个历史节目张献忠呢，在这一集里，他最多只是半个主角，而另一个主角呢，是一个可能我们每天都在听，甚至每天都在用的一个词对，那就是基本盘这3个字。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不是有点八竿子打不着的感觉一个呢是17世纪的草莽皇帝，一个呢是21世纪的政治评论。这两个词或者说这两个概念，其实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更要命的是，他们不只是评论，他们是一份预言加合同。张献忠话呢是一份对未来的预言，而基本盘呢是一份对未来的合同。这预言加合同合在一起就是个诅咒。来，让我们进内容。好，我们先聊一聊张献忠这个词或者说这个人很热，但其实好像很多人可能对他也不太熟悉。我们呢先用几十秒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干净的档案首先，张献忠他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跟李自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崇祯年间，陕西大旱、大疫、大乱，农民起义遍地开花。张献忠呢就是那一波里冒头的几个之一。他打了几十年的仗，从陕西打到了湖广，又打到了四川。1644年呢，攻入了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立为帝。对他又是一个称帝的而且呢还不是绰号，他也是有年号、有官制、有军队、有疆域的那种称帝。1647年清军南下，他呢兵败身死，前后呢做了3年皇帝。那么张献忠是不是杀了很多人呢？确实是，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明史里面有土属的记载，当时四川的士人笔记、欧洲传教士的回忆录、清朝的官方史书三方都记载有大量的杀戮的证据。这一点完全没有把它洗白的必要但是呢，关于土属的规模、比例和原因，学界这几十年其实有不少修正性的研究。比如说孙次洲、胡昭羲、王刚这些学者都指出过，清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夸大张献忠的暴行。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清军入川以后自己也杀了很多，把这笔账记到张献忠的头上这最省事。这呢是史学问题，不是本集要展开的。今天我们要讲张献忠，重点不在于他杀了多少人，重点在于他是个什么东西不是骂人的我们不是说他道德意义上是什么东西，是结构意义上他是什么东西。首先呢，他是一个失败的草根政权建设者，他有军事组织，他有官僚系统，大西政权呢还设过6部，开过科举，铸过钱币。他呢也有政治野心，他想当皇帝，他也真的当上了，他呢也想把这个皇位给传下去，但是呢他失败了。他失败的不是他这个人，是他这个政治项目。所以呢，我们先记住这个9个字的小结论他是一个失败的草根政权建设者。那么档案讲完了，我们再看现在这几年呢，大家上网应该都见过这种说法：某地有人开车冲撞人群，某地有人在公共场合持刀砍杀路人，某地有人在学校门口、幼儿园门口袭击小学生。事件刚一爆出来评论区就开始飘几个字，什么张献忠式的袭击、新一代张献忠、又一个小张献忠。大多数时候呢是冷粉，有的时候呢还真的当成了一种解释。当老查我看到这种用法的时候除了对暴力事件的愤慨以外另外呢还是一种别扭。哪里别扭呢？我们冷静的说一句这些袭击者和历史上的张献忠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大家我们先别急着回答我们一条条来对张献忠有军队，他们有军队吗？没有。张献忠有政权建制，他们有吗？也没有。张献忠想当皇帝，难道这些杀人者也想当皇帝？估计也不会。张献忠杀人是为了夺权，那他们的杀人又是为了什么呢？很明显是为了一个个个人的终点，自我毁灭加几个垫背的。张献忠的暴力是一个失败的政治项目的副产品，而这些袭击者的暴力是完全私人坍塌的全部内容。一个是政治项目，一个是私人坍塌，这就有意思了，他们的范畴完全就不同那为什么网上我们会用张献忠的名字去套他们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猜的东西。老查在这里呢，先抛出3个观察观察1，命名一场纯粹的私人的没有政治意义上的破坏，我们呢在中文词库里是往上抬的，抬到了一个土皇帝那里。那如果我们去看英文世界出现类似的事件，他们用的词是什么？什么 Lone Wolf Attack， 也就是独狼袭击，什么 Mass Shooter 枪击者，
什么 random act of violence 随机暴力行为，这些词有什么共同点？它是个平的、匿名的，没有爵位，就事论事，甚至还带一点泄气。独狼是一个孤立的、可怜的、失败的东西。英文世界里这一套词呢是把这件事往下压的，压到一个最匿名、最普通，而且最不值得记住的位置。而中文世界呢却在往上抬，抬到了张献忠的理，抬到了一个草根皇帝的理。我们先想想这个反差然后呢我们先说说观察二。这是一个双向的污染，什么意思张献忠这个名字本来在历史里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有具体的事迹、具体的失败、具体的争议，被搬上网络以后他被降格了，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标签，变成了一个动词，张献忠化。与此同时呢，那些袭击者本来是什么？是一个无名的、私人的、崩溃的个体，而被冠上了张献忠3个字以后，他被抬升了，他不再是一个无名的精神病人，他变成了一个草根皇帝的转世，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两边都被这个词改动了。张献忠是掉下来了一截，无差别袭击者升上去了一截，两边在中间相遇，相遇的那一点又是什么呢？说到这频道的老朋友们应该差不多也感觉到了。我们呢先看看观察3张献忠从人名变成了形容词，这意味着中文世界里我们命名大破坏的词汇池里，是草莽也好，是屠夫也好，是暴君也好，头上戴着的永远是一顶龙冠。也就是说，在中文世界里，建设的时候是皇帝，破坏的时候又是皇帝，正面是皇帝，反面还是皇帝。中文这个池子里其他位置不是没有词，而皇帝这个词呢就被反复打捞，所以最顺手的永远是他。讲到这儿呢，我们要回头问一个问题这个绰号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是怎么从一个历史人物变成一个动词的？很多人下意识以为这完全就是网友集体智慧的结晶嘛，民间狂欢自上而下的。其实并不是老查告诉大家，这个词这个使用氛围是一个具体的人发明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讲到的一个人刘宗敬对就是那位大蜀民国临时大总统，那位流亡美国自封临时大总统的读书人。而张献忠化这个标签最早就是从他那套理论里面出来的。刘宗敬有一套东西叫诸夏论，我们上集也说过，这个理论的核心预言之一就是中国未来一定会崩溃，一旦崩溃，汉人呢就会陷入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张献忠式的状态。换句话说，他把张献忠这3个字从一个具体的明末人物提升成了一个未来全民人格的代号，这件事是他干的。那这里我们需要严谨一些刘宗敬并没有创造张献忠这个符号，但他确实把它从历史记忆中重新激活了，并赋予其现代政治隐喻的功能，使其在当代的语境下获得第二次生命。然而这个词又是怎么走出他的小圈子的呢？路径呢大概是这样2019年前后，张献忠开始作为一个梗在他的粉丝圈里面流通。2020年、2021年，随着随机伤人事件增多这个词呢就从他的粉丝圈扩散到了整个简体中文互联网。2024年伤人事件继续暴增，这个词就成了一种亚文化，叫献忠学。然后呢，因为它太敏感了，它太精确地命中了人们对系统崩坏的恐惧，审查开始介入。大家今天再去搜什么张献忠它就会禁搜了，你再去搜献忠，那也会被禁搜。这个词从出生到被删除走完了一整条曲线。那么这条曲线是什么形状呢？我们用个比较糙的路径来简单描述一下，就是流亡海外的文化人描述，再到假文化人跟风，再到没文化人狂欢，最后到全网审查删除。起点是一个海外读书人给自己脑子里那场尚未发生的崩溃预先取了一个名字，中间只是一群完全没读过他的书的网民，把这个名字当成了一个有学问的标签，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暴徒身上去贴。终点呢是审查机关，他甚至比我们更早听懂了这个词在说什么，然后很快就把它从公共搜索里给干掉。3步走完，这个词所有的阶段都暴露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头看这件事的结构发明这个词的人，他在自己脑子里坐的这个位置是临时大总统，被他贴标签的张献忠化的暴民是他想象里的未来朝他扔石头的那群同胞。所以大家看清楚了一个想象自己是总统的人，再用一个草根暴君皇帝的名字给他想象里的未来暴民们提前命名，上面是他自封的总统位，下面是他预言的暴民群，中间夹着10几亿真实的活的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这件事就是这个词出生的样子，这完全不是什么民间智慧，这只是一个流亡海外的读书人替我们写好的剧本。然后呢，国内的人把这个剧本捡了起来，往身边的现实暴力上去贴，每贴一次，其实呢就是在帮刘宗敬本身他去兑现那一次他的那个预言。所以我们小结一下这件事最荒谬的地方在于，
这个发明者本人在自己想象里也有个皇帝，只不过他的皇帝呢叫临时大总统，然后他给他想象中的未来暴民取了一个标签化的名字，就叫做张献忠。然后网民就一起喊一次，就有一个崩溃的同胞被预先抬成这个暴君皇帝，同胞少一个，暴君就多一个，他的剧本就活一次。这何尝不是一种诅咒呢？这是一种预言性的诅咒。但很不幸的是，当今中国的当下还有第二种诅咒，而且第二种比第一种还狠。因为第二种诅咒呢，不是别人给你写的剧本，而是人们自己和世道签的合同。那个合同的名字有3个字，就叫做基本盘。基本盘这3个字，我们先看字基根基、基础、基石不动摇，本质本源不会变的内核，盘大盘整盘整体的盘面。大家听到没有这3个字每一个都在说同一件事，不变、主体和根本。你还没说话，这3个字已经把不可变的前提塞给你了。那这个词又是从哪来的呢？很显然它不是政治学术语它是最早股市和赌博的词。股市里的基本盘指的是无论行情怎么波动都不会动的那部分仓位，而赌博呢也类似，你坐在牌桌上，一部分的钱呢是准备输掉了，一部分的钱是怎样都要保住的，后者就叫做基本盘。这个词出生的时候，它的语义环境是一群可以被压住的、不会动的、被规划好的筹码。然后呢，它被搬到了政治评论里，搬过来的时候，那句不会动也跟着一起搬过来了，而且没人挑战，大家都在用，用着用着就忘了它原来是在讲钱、讲赌博的。这个词根确实被永远的记住了。好，现在这个词的底子我们知道了，下面我们就要说说这个词的恶毒在哪里。2层内容，第一层恶毒，老查这样说，基本这2个字本身就是一份天花板的宣告。大家想一想一个词什么时候才会被叫做基本是当大家都默认它就是大多数，就是常态，就是不会动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换句话说，基本这2个字本身就预设了广泛认可，没有广泛认可你就叫不出基本这就有意思了。当我们说那是基本盘的时候，我们在做的不是个描述，我们在做的是追认。追认什么追认这一群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追认这个状态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追认这种认知水平、这种政治偏好、这种做事方式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追认完了，问题也就立刻来了。如果这就是基本，那你这个国家的未来还在哪里呢？因为基本这2个字是一个上限词他说的不是目前如此，而是说的差不多就这样了。他把这群人想到的高度定义成了这个国家的天花板。所以当我们说基本盘是这样，就等于说这个国家的未来最多也就是这群人能想到的样子。但凡你比他们想的高一点，你就不算基本了，你就成了边缘，成了少数，成了不被算进去的那部分。讲到这儿，大家会发现了，基本盘这个词最毒的地方在于它的自我循环。谁是基本盘？大多数。那大多数是什么样？基本盘的样。那基本盘的样能上到哪去那基本盘那么高咯。那这个国家能上到哪里去也是基本盘那么高呀。这个例子当我们说1遍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在分析但是说10遍，就有人已经替这个国家的天花板偷偷的钉上了一颗又一颗的钉子了。讲到这儿，老查必须插一个本频道的原创概念因为基本盘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下，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要更狠。这件事得用一个词来解释，这个词呢叫3没一通。什么是3没第一个没就是没有公共性，这个社会从来没有真正的稳定的长出过一个公共空间，可以平等讨论，可以争议，可以参与，可以监督的那个空间。偶尔呢也有过，每次呢都是短暂的，然后呢被关闭再开再关。公共这2个词在中文里更多是装饰，它不是个机制。第二个没呢叫没有契约，这里说的不是没有法律条文，而是契约精神没有被真正的成为底层的行为逻辑。第二个没有是关系大于契约，人情大于契约，权力大于契约，面子大于契约，这才是它的默认。而第3个没是没有纠错机制，一个错误一旦被嵌入这个系统，扳回它的成本比当初做出它的成本还要高出一个数量级，所以这个系统是倾向于不撤回的，倾向于把错误硬扛下去，演化成特色。那一通是什么呢？靠一个通字来维持，通过私下关系，通过人情，通过非正式渠道，通过找一个能办事的人，一切的问题都通过一个通字绕过去，而不是通过制度的正面咬合来解决。没有公共性，没有契约，没有纠错机制，靠通来维持，这就是3没一通。那如果上面的理论它比较难记，那换个方式，大家呢就可能比较容易记得了，就是没有通过。于是世界上就多了2个中文世界里的大国，一个呢是三通一达，
一个呢是老查的三煤一通。好，重要的来了，在这一个三煤一通的社会里，唯一可能改变的杠杆是什么？制度不变，法律不变，权力结构不变，这三样动不了。那剩下能动的是什么？就只有人啊，具体的、活的、可被说服、可被动员、可被组织起来的人，不是一两个英雄啊，是大多数，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积累的人多起来的那个大多数。这是这个社会改良能走的唯一一条路。那么基本盘这个词正好在语言上做了什么呢？它把这个唯一的杠杆定义为不可撬动。制度不变，法律不变，权力不变，唯一可变的人也被这三个字宣布的也不变了。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可变的呢？完全没有了。这就是基本盘啊，在中国语境下比别的地方都更要狠的原因。它语言上关掉的是最后一扇门，大家说那是基本盘，你说出来那瞬间就是关门的瞬间。你以为你在分析这个国家啊，其实啊你已经帮它上下了锁。这呢是第一层。那如果前面讲的这个词是被人贴在别人身上的恶毒，那第二层恶毒在哪里呢？是在最近这些年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的一件事，有人开始主动说我就是基本盘，主动去认领。大家听过吗？我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盘啊，我就是不会动那群人，你们这些指点江山的最后还得靠我们这种基本盘。当大家去刷一刷中国国内某些平台的一些评论区啊，或者是博主的一些个兑现啊，这种话的密度啊非常高。老查想说啊，这是一个征兆，这是一个未来正在显形的征兆。这个未来里主动认领基本盘的人长什么样？不用我猜，他们自己都说得出来了。听他们说啊，第一呢就是爱国嘛，但是注意，他们嘴里的国是什么？他们其实根本都不知道。而大多数的他们，国就是我们政府、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体制嘛。国和执政者在他们的脑海里和语言里早就不分了。爱国就是爱执政党，所以这个爱是一种特殊的爱，它要求你不能区分国家和政权，一区分你就是不爱了。第二爱呢是爱君臣，这一点更辣眼啊。这些年大家可能看到一种公开的不害羞的怀念，怀念那种上下分明、各得其位的秩序感，怀念那种领导是父母、群众是孩子的关系。一辈子被人管着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君臣这个分界词在2025年之后的中文互联网上啊，居然又开始回溯了。它不是讽刺的用，是在认真的用啊。第三爱呢是爱阶级，这一点最让老查警觉。所谓爱阶级，是指重新捡起几十年前那一套阶级斗争的语言，划成分、找敌人、揪出那种人、划区分，重新成为日常表达。小资、叛徒、走资派、直人、润狗这些词啊，有些是老查小时候听的，有些是现在新发明的，都开始在评论区里飘了。这不是简单的怀旧啊，这是一种主动渴望被划线的姿态，把我划进对的那一边，把别人划的错的那一边，划线的人在上面，被划的人在下面。划线本身是秩序，被划进基本盘里的人是在主动求着被划。而第四个爱呢，是爱为了老百姓。这个爱最绕，听起来像谦卑，像贴近群众，但是大家仔细听听他怎么说的。当他们说老百姓的时候，其实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算成老百姓，他们是为老百姓做主的人，是要代表老百姓发声的人，是理解老百姓最深的人。为了和代表这两个词，已经偷偷的把他们自己从老百姓里摘出来了。所以这一爱的真实结构是，我替你想，我替你说，我代表你决定，我比你自己更懂你自己。这就不是爱了，这叫做父爱。父爱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家长制。于是四爱凑齐，爱国、爱君臣、爱阶级，为了老百姓。大家看出来这是什么人格了吗？这是一个主动渴望被领导的人，一个把被压扁重新理解为安稳的人，一个把放弃可能性包装成了成熟的人，一个把被划在体系底层重新美化成踏实有根的人。这个人格不是被动的，是主动选择的，这才是第二层恶毒最深的地方。第一层是被命名的恶毒，别人贴你的。第二层呢是自我命名的恶毒，是你自己往身上贴的。自我命名比被命名要重得多，因为自我命名意味着这个标签已经长进认同里了。长进认同的标签不是别人能撕下来的，他要等到认同自己的变化才行。而认同是这个国家在三煤一通的环境下最难变的东西。所以大家看到这回路了吗？制度不变，法律不变，权力不变，人是唯一的杠杆。但人主动认领了我是基本盘，我爱国，我爱君臣，我爱阶级，我为了老百姓，杠杆彻底消失。这就是这份合同被一行一行签下来的样子。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说网上那些喊我是基本盘的人有很多是反粉。老查同意，确实有反粉的成分，但是反粉这个东西有个性质你反粉说100遍，
第101遍的时候就开始当真了。标签不挑你是真心还是假的，它只会看你贴了几次。基本盘可不是一个分析工具，它是一份正在被签字的合同。第一行字是说这个国家的基本就长这样，天花板就在这儿。第二行字是说基本盘里的人，我自愿的爱国爱君臣爱阶级，为了老百姓。落款就是签字人自己的名字，一个一个的签，每天都在签。一篇推文一个签字，一条短视频一个签字，一个评论区一个签字，一个主播连线一次签字。这是一个未来正在浮现的迹象。讲到这里啊，老茶最后要说一件事啊，也是这一集要往下一集传的那把钥匙。这不是唯一的未来，因为在签这份合同人之外，还有大量的中国人和华人，他们不会签，他们也不打算签，他们去了别的地方，他们做了别的事情，他们在完全不同的政府形态、完全不同的体制、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做出过完全不同的事情。当然了，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还有一部分人至今活在大陆，他们一边要面对那种被彰宪中化反复命名的现实暴力，一边呢要在基本盘这4个爱的强大引力下挣扎着不签字。他们也是这一集要真正致敬一下的人。这一集的最后一档，我们要把今天讲的这2个词用本频道的方法整理一遍，把它们彻底拆开来看一看。老样子，动机系统4个字，一个字来。动，驱动力。这2个词为什么会出现？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表面上是2件事，一个呢评论的是暴力事件，一个呢评论的是当下的政治局势，但底下的压力是同一个，命名的失控。当现实超出已有的理解框架，人类会本能的抓住一个旧词来罩住这件事。发生了一场又一场无法解释的破坏，必须要给它一个名字。改革迟迟不到，希望一再落空，必须给那些人呢也一个名字。不命名受不了，因为不命名意味着这些事是新的，是失控的，是没有先例的，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处理它们的。这种感觉很难受，所以我们都在找现成的旧词往这件事上去套，套上了就心安，两边呢都一样。如果说动是底层的长期的驱动力，那机呢是具体的当下的触发条件了。彰宪中化的触发是这10几年中国境内恶性袭击事件的频次和性质发生了变化，少的时候命名压力呢就低一点，多了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快速的归类标签。这个标签的出现是一个流亡海外的读书人正好替我们准备好了，他就真的这么被稳稳的接住了。而基本盘的触发是政治讨论空间被压缩，改革预期持续落空，社会失望大规模的沉淀，气没地方撒呀，很多地方又不能说，又不能讲，又不能骂，这股气往一个看起来不会被审查的方向走，往那个对同胞的判断上去走。基本盘这个词的需求就这样出现了。两边的积是同一个东西，一个不被消化的现实，积压到必须被命名为止。而动机系统的系是说这2个词在同一个纵向轴里，但是呢它们的出口不同，这里是最关键的一步这2个词调用的是同一套组织方式。老茶我把它们叫做纵向权力想象轴。大家想象一下，一根从下到上的轴，彰宪中化是把一件事本来很普通很私人的暴力事件往上去抬到帝王级，抬到小皇帝土皇帝降临的那个高度。基本盘是把一群本来有面孔有动机有挣扎的活人去往下压到筹码级，压到那一块东西的那个最低的低度。方向相反，一个呢往上，一个往下，但是他们走的呢是同一条轴。这条轴是什么？是从上面到下面的纵向权力想象。这条轴上有皇帝有庙堂有百姓有基本盘有渔民有屁民，位置看起来挺多，但轴就只有这么一条。那么这条轴上没有什么呢？它没有我们，没有公民，没有平行的互相承担互相说服互相组织的人与人的关系。2个词的共同的盲点，他们的语法里都没有我们，只有上面的破坏者和下面的大多数，而说话的人悬在中间，自以为自己可以俯瞰。不过这2个词呢在出口上有一个差别，老茶呢也必须点出来。彰宪中化是从外向内贴的，一个海外的读书人给一群陌生同胞贴标签。基本盘呢是从内向内贴的，一群同胞给另外一群同胞贴标签，而且最近开始往自己身上贴了。前者是预言，后者是合同。前者是别人给我们写的剧本，后者是我们自己要签的字。这2件事在结构上是同源的，同一条纵向轴的，同一种非我们的语法。但是合同比预言更狠因为合同它是要签了字的。而最后动机系统中的统就是自我强化，每发生一件恶性事件，彰宪中式被自动贴上去，每开启一场政治讨论，基本盘就被自动分类，每出现一个我就是基本盘的发言，
这一刻它就长进了一个具体的人的认同力。贴一次，分类一次，签一次，这就是统的威力。我们以为我们在用这两个词啊，其实是这两个词在用我们。每一次的自动都会让我们刚才说的那条纵向轴变得更稳，轴越稳，这套模板就越活，新的词就越难长出来。好，动机系统讲完了。这一集的核心主张呢，张线综合化和基本盘啊，是黄泉模板在日常语言里的两个漏点。一个呢是预言啊，也就是外人写好的剧本；另一个呢是合同，就是自己人给自己签的字。一个呢是把同胞抬到了未来报名的位置上，另一个呢是把同胞压到了一个永远不变的筹码的位置上。预先封顶，这两件事啊合起来就是一个诅咒。但是预言可以不应验，合同呢可以不签，这是这一集啊留给下一集的一个钥匙。讲到这儿呢，老查要按本频道的一个惯例啊加两道限制。我们不是说所有使用这两个词的人都在施加诅咒，其实呢确实有人啊是在分析性的使用。比如说他做类型学的描述啊，做统计观察，他有边界，承认了不确定性。这些用法呢，我们呢其实也没什么好批评的。但本集真正要关注要批评的是啊，这两个词的语义结构本身呢，天然更容易滑向诅咒性的用法，词根里就藏着一个滑坡。张献忠它自带一个草莽帝王气，基本盘呢自带不可变。如果呢我们不主动校准啊，他们啊就会自动滑过去。所以本集真正要说的不是禁用，而是要警觉。每次说出口之前，我们要意识到这两个词啊，他们正在替大家做哪些判断。再就是啊，不是说我们作文里没有替代词啊。如果说一个恐怖袭击者呢，我们可以说他是凶手、施暴者，或者无差别杀人犯，或者孤立行凶者，这明显更加准确嘛。同时我们要说一群人，我们可以说大众、多数，或者选民，或者支持者，或者普通人，这明显呢也更中性。替代词的存在问题啊不在能不能换，而在为什么不换。很明显这两个词呢，也就是张献忠和基本盘，他们非常贴合已有的权力想象，所以用起来呢说起来也很顺口。顺口即习惯，习惯即模板，模板即诅咒。顺口的代价比我们以为的都要大。好，我们收一下啊，今天我们没有讨论该禁哪个词，或者是该提倡哪个词。张献忠和基本盘，一个是预言，一个是合同。预言告诉我们，我们的同胞中会渐渐多出暴民。合同呢告诉我们，我们当中很多人啊已经准备好被划在天花板的下面，永远不再动了。这两件事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被语言悄悄关闭的样子。而这两个词描述的东西确实是这个民族真实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这个民族的另一部分今天却没有出现这两个词语里。那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被任何假文化人提前命名，他们也没有给自己签任何我是基本盘的名，他们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政府形态下，一件一件的做出一些跟基本盘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这些成就才是这个民族手上还剩下的牌。这些事情也说明中国人或者说华人不是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我们下一集，也就是可 X 的中国人第一季的最终章要讲的内容。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